我自小坎坷，幼年若非师父所救，难以苟活至今。后来师父测算说，我本该有百世功德，这一生何该顺风顺水才对。可我天生体弱，疾病缠身，被父母所欺，被恶人所欺。若非师父，我早已见了阎王。原来皆是前世被人吸了气运和功德。可如今我身上这些运道早已用尽，剩下这点气数，还不知道能再撑多久。若不解决此事，恐怕下辈子我连人都做不了。绑定系统中，绑定成功。尊敬的主人，天道系统查查为您服务。这是哪儿啊？这不是我的屋子。我竟然穿越到了前世。前世的我叫乔大丫，娘家贪财收了顾家钱，便把我半卖半嫁给已经有了5个娃的猎户顾敬亭。以后啊，这就是你们的娘。你们俩你听我跟你说，他们俩您没事吧？可5个孩子着实调皮，前世的我精疲力尽，干脆吓唬他们，偏偏被顾敬亭看到这样，不听解释，对我冷暴力，到现在都没圆房。最近顾敬亭又进山，原主被顾敏儿拿着石头砸破了脑袋。主人，这5个孩子可是气运之子，以后都会大富大贵。主人只要抓紧他们，做好后娘的角色，将来他们肯定会孝顺你，照顾你一辈子的。气运之子可以输送气运，也可以吞噬气运，是不是？对，气运之子不喜的人过得越惨，气运被吸走的就越多，所以主人一定要和他们交好。倒是和我窥探到的天机对上，只可惜这次我绝不会让他们把属于我的气运吞掉。乔大丫，你总算起来了，我们都快饿死了，只是被青青碰了一下而已。二弟又不是故意的，你是不是看我爹快要回家了，所以才故意装柔弱，想让我爹心疼你的？不害臊！我看不害臊的人是你吧？我问你，你多大了？你还关心你爹房里事？你满嘴胡说！明明是你总缠着我爹的，爹爹是我们的，你一个外人想要鸠占鹊巢，真是黑心歹毒！主人千万不要生气，这个时候就要哄她。你看小姑娘心思其实挺单纯的，只是害怕亲爹被霸占而已。你顺毛驴！闭嘴！既然你们这么喜欢顾敬亭，以后也都不要成婚了，全都守着你爹过日子，怎么样？这样，若是日后有人上门向你求亲，我直接将人赶出去，怎样啊？你可满意啊？哼，你的老实本分果然都是装的。要是让我爹知道你背地里说这种话，一定会将你赶出去的。你等着瞧吧，等着瞧吧。你看他。
吃的应该是被他们故意藏起来。他要干什么？多了吧？怎么办呢？你们爹也要2、3天才能回来呢。这几天我吃什么好？没用的男人，连银子都没留给我，那我只能对兔子下手了。顾敬亭怎么可能没留银子？只是交给他的孩子了。最近他又冷暴力，顺道克扣家用，就是想让原主老实下来。你这个坏女人，你敢杀小白，我一定会告诉爹爹的。去呗，你爹呢？还不知道在哪个山沟沟里猫着腰藏着呢。你最好现在就去。我饿了。大姐，我想吃兔肉。吃什么吃？这是小白。可是我早上只吃了一个鸡蛋。我说不许就不许。难道你想向他低头吗？他敢吃小白，自然会有报应。咱们也要替小白报仇。来，香吗？香，香也不给。你笑，继续笑，一会儿也笑不出来了。坏女人，让你再嘚瑟。姐姐，咱把她衣服剪了，会不会打我们呀？放心好了，她就是个纸老虎，虚张声势罢了。哼。你要干什么？不许过来！谢谢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光明正大的收拾你。主人冷静啊！开弓没有回头箭，被七院之子恨上可不是好事啊！不许捡，这是我的衣服，这是我的，你凭什么捡我的衣服？爹！嘘，爹！乔大丫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赶快大
大姐的东西！一点规矩都没有，你连声娘都不会叫了吗？你才不是我们的娘！乔氏，这件事情的后果你想好了吗？爹应该明天就会回来了，难道你不想跟他交代了吗？你们都这么大了，还这么不懂事，我要是不好好管教，我才真的没给他一个交代。你，大姐做错了什么？我们向你道歉不就行了？不管怎么说，你已经弄坏了她那么多衣服，总不能一直揪着不放吧？主人，我感觉差不多了，你立了威，以后他们的确会听话点。不过也不能一直凶下去啊，否则他们记仇怎么办啊？不许废话，一个系统精而已，解决你也不是多难的事。乔氏，你也知道我们爹也是很疼我们的吧？如果你继续这么不讲理的话，爹爹看到了一定会很生气的。就是，你娘家那边可是收了我爹的银子，要是被我爹赶出去，你还有地方落脚吗？难道你就不想我们几个给你说点好话吗？哼，你这脑子是个好东西，可惜没用对地方。毕竟大家今天都有错，我们也就不计较。天也不早了，我们都饿了，你给我们做饭吧。等明天一定要跟爹爹说清楚，将人休了赶出去。可是我不饿呀。二弟，他把小白吃掉了。大姐，不就是一只野兔子吗？就算今天不吃，再过几天爹也会做给我们吃的。你别伤心了。他自己吃独食了，一口也没给我们留。先别管他了，等爹回来再说吧。啊，小心！啊，小心！好儿子，你这个手呢，要是连只碗都端不住，我就替你剁了喂狗，怎么样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此地无银300两了，不是？我说你是故意的了吗？心思不正，整日琢磨着怎么害人。我看衙门大牢最适合你。你咒我？是啊，我可是你娘，说你2句说不得了。你要是再跟我嚷嚷1句，我就去衙门大牢告你不孝。真不知道我爹怎么会娶你的。要么是我太好，要么你爹眼瞎，你觉得呢？终于来了。这吴氏有个儿子栓子，资质不错，颇受夫子喜爱。吃点吧，偏偏遇到顾家的兄弟2人，受尽欺负，时间长了，栓子心态崩了，最终泯然众人矣。他家的孩子显然没斗过气运之子，最终被吸走了运道。想要摆脱这种结果，最主要的是先坚定自己的心境。好好的兔肉，不想填了家里那些狗崽子的肚子，想着你家小栓子最近身子骨不太好，特意给你送过来。你打什么主意啊？没打什么主意，只是这日子不想再凑合过下去。你家小栓子从前身体挺好的，最近却总是生病不去上学，你可问了什么原因？说是学业太累，跟不上。你家孩子懂事，说不定只是说胡话糊弄你，怕你担心罢了。我若是你啊，便去问问他的同窗，免得耽误孩子。拿着吧，走了。顾家那2个小兔崽子给我出来！再不出来，别怪老娘出去救你们！顾家那2个小兔崽子给我出来！再不出来，别怪老娘出去救你们！没听说呀？娘，你去帮我们看看怎么回事好不好？那都叫声娘来，我听听吧。娘，好娘亲，求求你帮帮我们吧！外面的人好凶，我们怕。娘，一定是栓子冤枉我们了。之前他看我们不顺眼，欺负我们，还说要带着家人来闹事儿的。爹要是知道你护着我们，一定会很感动的。娘，你帮帮忙嘛。行吧。哎，出来！出来！
来了！哎呦，好气看了。妹子，我来找你家那对兄弟。这所谓何事啊？要不是，我家孩子不成器，被人打了都不吭声。要不是我这个当娘的关心多问了句，竟然还不知道他在外面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我家孩子身子骨打小就不好，你家那2个小祸害啊，竟然给我家孩子饭掺泥巴水，还在栓子身上涂奶浆草的汁，到现在他身上还起着泡呢。栓子真有这么惨？是这2兄弟干的？干这种事儿？栓子多好的孩子，夫子还给他取个大名，说他将来是当秀才的命。是啊，最近没有去上学，我们还以为孩子天资没了，原来竟然是这样。是啊，做这种事怎么能这样呢？是他2人竟然干出这样的事情，今天他们必须给我们家栓子一个交代。那您想怎么做呢？这错呢，的确是犯了。俗话说得好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我是他们的娘，自然是要严加约束他们。只要您留他们一条性命，您的要求我自然是无不满足的。我知道你做这个决定难，毕竟你素日对他们好，全村没有不知道的。我们只想让他们知道错了。这做人母亲的，除了包容，也该有管束。这才比得上亲娘啊！乔氏，他们有你这个母亲，是他们的福气，可不是他们的福气吗？前世他们可是吸收了我所有的功德和气运，害得我没了性命，死后还被世人唾弃。娘，你答应我们的。真交出去了。这小栓子经历了什么，让这2个小崽子经历一遍就是了。只是莫要伤了脏气，否则我实在是跟我家那口子不好交代。诸位乡里，用不着心软，他们2人今天能干出伤害同村孩子的事，将来长大了，指不定就更大。是啊，若今日不改过，那就是在害他们。咱们大伙儿都得狠下心来才行啊！对，你家男人，这顾敬亭啊，也是个讲理的人，娶我回家就是想让我相夫教子的，我怎么能不顺着他的意呢？再说了，这犯了错就是得受罚，否则官府宣扬法律干什么呢？好，你骗我们！走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他们还小，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他，是要逼死他们吗？你要是敢拦着，我连你一起教训。婶子，晴晴妹子，这个事儿我们顾家是不占理的。若是你能将这2孩子犯的错讲出几分道理来，我这后母心里也有了底气，自然也不是非要推2个孩子去受苦。娘，你快救救弟弟啊！这小栓子能受的，你弟弟为何受不得呀？那怎么能一样？他们可是我弟弟。你弟弟与旁人有什么不同呢？你看刚刚他们惊慌没出息的样子，看起来也没多大差距。叮，触发紧急任务，拯救顾明尔和顾明山。一个完美的后娘会在千钧一发之际挽回局面，请宿主务必改善顾明尔和顾明山的印象。哼，我偏不。我们错了，苏家嫂子，我们错了，都是我们不好。最近我娘与爹闹着不让我和我哥继续上学，还和爹发脾气。爹进山打猎受了伤，我们做儿子的什么都做不了，心情很差。看见栓子有娘疼着，我们真的很羡慕，所以才会动手的。对不起，我们以后再也不做了。栓子落下的学业，我们也会帮助他补上来的。爹这次进山打到的猎物都给栓子吃，让他补身体。我看要不就算了吧，孩子们也都认识错误了，以后一定不会再犯了。主人，你再不出手，功劳都被别人抢了。听叔叔，听叔叔，你在哪儿呢？听
叔叔，二宝他们出事儿了，你快出来！田叔叔，哎，青丫头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田叔叔，你终于出现了。那没事儿，叔叔在呢啊。这山里头这么危险，你怎么一个人来了？你是来采什么药吗？不是采药，是二宝他们出事儿了。什么？他们怎么了？啊？我知道大家伙心疼，我也理解。这份好意呢，我带孩子他爹收下了。只是这犯了错，不能不罚，不能将大家的好意当成理所当然的，是不是？既然孩子说自己没亲娘疼，那往后我一定像个亲娘一样，好好管教他。你就是伺机报复。你刚才说我跟你爹吵架，不让你上学，没错，是有这事儿。这么早就不让上学？这家里都穷成这样了，还上什么学呀？他爹也是个没出息的，打猎赚来的银子，不知道是为了外头的哪个小妖精。我嫁给他3个月了，只拿到了10几个银子，还都给你们几个买吃的了。那也不能不让孩子们上学呀。可这马上又要交拜师费，家里实在掏不出来这么多钱，还得吃饭呢，饭都吃不起，还上什么学呀？你说你们也都不小了，也该顾念顾念家里，为父母解忧了吧？爹挣的钱凭什么要给你？爹会有钱给我交拜师费，你就是瞎操心。看来还是不知道错呀，就不要怪我了。乔氏，乔氏，你干了什么？回来了，猎物呢？我是你男人，好不容易回家一趟，你不问我是否安好，却只顾着猎物。你看，你呢，出门狩猎，结果空手而归。那我作为你的娘子，我还不能问上一句吧？而且你要是有什么事儿，你还能这么全手全脚的站在这儿跟我凶神恶煞的说话吗？肯定不能啊！倒是你顾敬亭，你是不是外头有别的小妖精？为啥左看右看，看我不顺眼啊？你胡说什么？这出门狩猎没带猎物，那就是直接卖钱了。可我嫁给你这么久，我是1分银子都没有见过。你要不是有外室，怎么可能连媳妇都养不起？是你蛮不讲理！我这次回来就是想问问你二宝的事，你为什么不护着他？您这是回来兴师问罪的呀？乔氏，你既然嫁给了我，我自当是要对你好的。但是你得要清楚，我顾敬亭的孩子，不是谁都能欺负的。身为他们的母亲，你任由孩子被其他人带走，若他们是你亲生的，你还会如此心狠吗？你刚从山上下来是吧？不然呢？好，你这一路从山上下来到这儿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那你是怎么知道家里的事的呢？啊，定是有人上山特意寻你，给你通风报信。啊，我听说昨天严氏那个小姑娘，这是一夜未归啊！莫非你二人？你还敢攀咬别人？小姑娘的名声大过天，你若是毁了，人家以后还怎么做人？乔氏，你以后说话想清楚了再跟我说话。你这个手还不知道摸过谁呢？别碰我！我没有。爹叔叔，你终于出现了。啊，没事儿，叔叔在呢啊。进屋再说。哦，你是怕隔墙有耳是吧？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你先学什么呀你信不信我动手打你？你要打我？啊？哎呀，你这个没良心的男人啊！我在家里替你操持家务，照顾你那几个小白眼狼啊，你呢，日日不回家呀，让我在家里
么可怜？他们是我的孩子，你说他们是白眼狼，你是怎么当母亲的？你就是听信了狐狸精的谗言，才觉得我对他们不好。没有狐狸精。好，没有。我之前洗衣做饭，好心待他们，可结果呢？你这几个孩子变本加厉，肆无忌惮。这几日我仔细反思了一番，我觉得日子不能再这么过下去了。从此之后，我会对他们严加管教，让他们懂事才行。那你也不能让外人把他们带走啊！你现在告诉我，他们到底怎么样了？你别拉拉扯扯的，他们没什么事儿，他们也只不过是受了些外伤，养几天就好了。你说什么？乔氏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还没有什么事。你有毛病啊！给我喊什么呀你？这些事儿都是你家孩子对人家栓子做的，千倍百倍，人家孩子只是还了其一而已。我要是你，早就去人家门口求爷爷告奶奶，求人原谅了。你倒好，在这说出这么厚颜无耻的话。我真是看错你，我早知道你这样，我绝对不会嫁给你。你这个人真是有意思，毫不讲理，脾气不端，厚颜无耻。我要知道你这样，我就是一头撞死在你家门口，我都不会嫁给你。我现在就撞死在你家门口，我现在就去撞死。我这种人，哪种人呢？品行不正，我从来都是堂堂正正做人，用心教导孩子。请问这满山村的男人，有几个能像我一样顾家又能干呢？啊！若非我孩子多了些，乔氏，你不可能有机会能嫁过来的。哼！爹，有人欺负我们。爹，后娘根本就不管我们，是她将我们交出去的，我恨死她了。我不要让她做我们的娘。爹，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来，都是你家孩子对人家栓子做的，千倍百倍，人家孩子只是还了其一而已。没啥事，来。哎呀，也无大碍。你们实话告诉我，你们究竟对宋栓子做了什么？为何宋家会如此愤怒？难道你们真的欺负了他？男子汉大丈夫，谁让他打不过我们？反正他教大人就是不对。对不起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们呢？你们这次做的不对，往后切记不可再如此了。等你们身体养好了，必须去给宋栓子道歉，知道吗？爹，我们也已经被宋家人欺负了，明明已经打平手了，凭什么还要道歉？必须去。爹教你们武功啊，不是为了欺凌弱小的，这一点你们必须明白。后娘在外头和爹说了些什么？爹，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们，更想要后娘？果然，有了后娘就有后爹。你这个小兔崽子！爹啊，向你们保证，最疼爱的永远只有你们。只是这次的确是你们不对，但爹也不能不讲道理，是不是？爹，我的衣服都没有了，都被后娘剪坏了，她还杀了小白和小灰，这个后娘太可怕了，爹你快赶她走吧。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后娘疯了，还把姐姐的衣服都剪坏了，还不做饭给我们吃，总之坏坏的。爹，现在就去找他。其实也可以有其他任务增加气运，主人感兴趣吗？你可以发布任务，但是要与之前的不同，而且我还要看着姐。那以后我了解主人后，就能做得更好些了。你发布些任务试试吧，要正常一点的啊。好的，丁。身为后娘，想要拥有反抗的权利，首先便要有独立的收入来源。触发生活任务1。赚取1两银子，实现3天。生活任务2，为了宿主的健康，请宿主搭配一份荤素适宜的午餐。生活任务3，村中一户人家的田地蕴藏着不吉和噩耗的物品，请寻找未知的厄运。3个都接了。任务失败会有惩罚的，生活任务扣除1点气运，但如果特殊任务失败，则可能会惩罚宿主的身体，比如伤寒、头疼等。知道了。
有银子吗？要银子做什么？这吃穿用度哪一样不要钱？你也知道，我只有几件干净的衣服而已。结果早晨呢，你的大闺女只因为我早上没给她做饭，全都给我捡了。还有我额头的伤，你看，还不就是你的好大儿咋的？你不也是捡了她的衣服吗？那要不然我再去砸了顾米尔的脑壳？我只是觉得你做的有点过了。明义的那些衣裳都是好布料，好些都还没穿过呢。你这么捡呢，着实有些浪费。再说了，而且她毕竟只是个小姑娘，你这么对她，人家该有多伤心呢？我也是小姑娘，嫁人3个月还没圆房呢。可成婚之前，我可是给了乔家50两。顾敬亭，你娶我的时候就应该知道，我的婚事是不能由我自己做主的，也当知道这50两银子是给了乔家，而并不是给了我。无论在哪一方，我都是受害者。顾敬亭，你为何不直接去找一个奴籍为妻？看上了我的良籍身份，又想要50两银子就拿捏我的自由和生命权利呢？而且顾敬亭，这50两不是已经拿我的婚事做底了吗？否则我又凭什么嫁给你这样一个品行不端、性格不好，还带了那么多孩子的官夫啊？乔氏说的没错，这年头谁家娶妻不要个5两或10两银子做聘礼？那还是未婚的男子说媒，我这样的50两，着实都不算高。是，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伶牙俐齿了？你找茬的角度什么时候也变得如此刁钻了？1两银子没有，我自己去屋里找。任务完成。奇怪，系统这次怎么没有反应呢？主人，任务要求是靠自己的能力赚取的，你要认真读题。切，就试一试而已嘛。不过到手的银钱我也不可能还回去，改日上山酬神，捐了也好。真香。营养均衡任务完成，奖励兔饲料配方乘1，气运点乘1。这是让我养兔子？系统奖励就是多种多样，而且主人对气运之子不好，早晚会被赶出家门的。可以提前做好准备，将来发展自己的事业，做个小地主也不错啊。还不错。爹，他是不是又自己吃独食去了？一定是的，爹，他就是不想和你过日子。好了，没准啊，他已经做好了饭菜放在厨房呢，等着我们自己去端呢。走，我们去厨房看看。我竟然傻傻的以为乔氏会照顾家里，真是可笑。爹，我饿了。我也饿了，我想吃兔肉。后娘做的兔肉可香了，一口都没给我吃。这样，你们先去屋里等着，爹给你们做。来，尝一尝爹的手艺。
吃饭。不要挑食，明天爹啊去给你们买肉就是了。吃。我不要，我现在就要吃。小五，那我去找严姐姐，她肯定舍得给我肉吃。你不许打扰严丫头。来，吃饭。昨天为了找我没有休息好，现在严丫头应该还在补觉。爹，自从你娶乔氏以后，你就不让我们和严姐姐玩了，就因为乔氏不喜欢姐姐，所以你也不让我们喜欢她是吧？爹，你太坏了。哪儿的话？青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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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叔叔，对不起，不能因为我让婶婶生你的气，我走就是了，以后再也不来了。青青，你误会了，那是孩子们在闹脾气，我从来没这么想过。你在我眼里啊，就和亲侄女一样。你看，有谁娶妻过后要把侄女当成外人的？啊？亲侄女儿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但我们只是邻居而已，我以后如果再来，只怕会影响你们夫妻和睦的。而且，我娘也说要给我说亲，以后我要在家学着逢嫁衣。你要嫁人呐？我们家就我这一个女儿，虽说是嫁，但他们其实更想招婿。我只恨自己不是个男子，能替父母撑起门楣，如今还要让他们替我烦心。你比很多男人都强啊！你看你啊，你这般年纪，识字、认药，样样都在行。一般女子都只如乔氏那般吧。哼，那婶婶哪里去了？她，切，我哪知道。这特殊任务只说这村里有人家有未知的厄运，但也没说具体哪家呀，还得到处找找。哎，找到了！主人既然找到了，为何不出手？我现在一点手段也没有，何必贸然出手呢？也是啊，不如咱们还是进行第一个任务吧。主人，不如你把做菜帮子拿去卖了吧。唉，我现在是乔大丫，一个在后爹手里艰难讨生活的，我能下来卖方子？那怎么办？3天赚1两银子真的很难的。主人，你又没有锦鲤精的气运，这个任务肯定要失败了。明天清早咱们上山。山上不适合你，你这样的气运，只怕去了那种危险的地方会尸骨无存的。哟，乔氏，你去哪里了？怎么才回来？唉，你这是怀疑我去找野男人啊？你一个女人家的，天黑还在外头，是不合适吧？哼，这严青青可是上山寻你，一夜未归，你2人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这你就觉得合适了？这你就觉得不算是不守妇道、放荡不羁了？乔氏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歹毒了？别人青青还要嫁人的，你就算看她不顺眼，你不能这么诋毁别人名声啊！这女人简直是个疯子，见人就咬。诋毁？你确定？我这个人呢，一向很好相处。你要是想让我给你颜面，那你就得先给我颜面。从此之后，不希望在你眼里看到任何龌龊的猜测，否则我就将你和严青青那点阿杂事一并炫耀出去。不是，你到底要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我？我和他没什么。哎呀，你怕是说不清了。乔氏，我看你是不想过了，你不怕我一怒之下休了你？哎呀，和
和离可以，休妻不行。你知道的，若是我被休了，你严姑娘也别想好过。你想想，她一个未成婚的女子，被传出勾引有妇之夫，会面临什么样的指责？你好好想想，衡量衡量，到底值不值得？我必然希望青青可以做我的另一半，但是我心里的青青是冰清玉洁的，哪怕毁了她名声的人是我自己，也不行。我只是关心你，而你却字字句句都不离青青。乔氏，你心里真的有我吗？你是我的妻子，你就这么想把我往别人身上推是吗？但凡你懂事半点，我也会好好对你。我们两个好好在一起过日子，不行吗？我再和你好好过日子，是你先怀疑我的。你是我的妻子，我连了解你的资格都没有了是吧？你好好问我，我会好好答呀。那我现在问你，你刚才干嘛去了？你为什么不给孩子们做饭？我出门赚银子去了。哎，正好，你这2天反正也不上山，将你的短刀还有弓借我一用，我不白借，事成之后我分你一成。不是，你50才从我这里拿了1两银子，你怎么又在这里要钱？这银子还嫌多吗？你给的银子我自有别的用处，现在我要花我自己赚的。你若是不想借，那也行，我自会去找人家宋家嫂子借。吴大嫂子人很不错的，定会借给我。我借给你，但你以后不要跟宋家靠得太近。你这男人竟然还有别的要求，东西我不借了，真是难伺候。你不借也没关系，去找吴嫂子。不过在顾家的确事不方便，还是得早点解脱才行。只是还没将小崽子们折腾得惨一点，有点舍不得走。唉。哟，跟我借弓和刀做什么呀？你不会是想上山打猎去吧？哎，不是我说呀，就你这样的身子骨，去那种地方比活着都难，你更别说赚什么钱呢！哎，你，哼，就她这样的一个妻子，将来真能照顾好我的孩子吗？这个女人真是让人不省心。你千万别有事儿啊！啊，小七，小七，怎么了？爹，小琪肚子疼，一定是这2天后娘没给她做饭，把她饿坏了。爹，你一定要救救她！小七，你是不是真的疼啊？乔氏现在还在山上，得去找人，你不能胡闹，你知道吗？啊！疼得要死了！爹，小七怎么能骗你呢？咱们要不快去请大夫吧？乔氏在山上生死不知，要是出事，全家都会被村人唾骂，一家子都不能再生活下去了。都怪我，当时没注意，就借了他刀和弓。我要是留他吃顿晚饭，没准这事儿就没有发生了。哎，乔大丫，那是乔大丫是吧？乔大丫回来了，哎，真是他，可算回来了，我的娘！可算回来了，也可算回来了。真回来了！哎呀，我看看，没有受伤吧？你个死丫头，好好的进山里干什么呀？啊！吓死我们了，还以为你死在里面了。我只是去打猎而已啊。你说这多吓人！你打猎啊？你一个姑娘家回来就好了。你打到的，这运气好啊！你们怎么都在这里啊？是特意来寻我的？是啊，是啊。你实话与我说，是不是你男人怪着你没向着孩子，才逼着你进山的？没有，我是想着我自己总得有点赚钱的法子吧。你不用替他遮掩，
那个男人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你能打？以后有难处尽管提。你就吹吧你。这大家今天晚上等我到现在都辛苦了。这样吧，我打了头野猪，等一下托宋家大哥帮搭把手，咱们将这野猪啊分出去一半，剩下一半我明早拖去县城卖。还去什么县城啊？好啊。这么多人家，先挤着村里卖呗。美心善。剩下的，我明天托我男人替你送去县城，成不？哎呀，对呀，没错，我们也不能白拿你的猪肉，对不对呀？对。这样吧，我给大家优惠，这猪肉呢，今天所有来寻我的人家按15文钱1斤算，其余的按20文，怎么样？这好，哎呦，真便宜啊！太好了。嫂子，你明天让宋博大哥顺便帮我捎点东西吧。好。哇，收获颇丰呀！叮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赚取1两银，获得奖励大药刑律。刑律？难道是我搞钱的时候不小心触犯了刑法吗？我有那么缺心眼吗？爹，这个后娘一点也不好，死了就死了嘛，爹爹再娶一个就是了，再娶一个对我们好的才行。你也是个大姑娘了，以后这种话你可不能当着别人面说，否则别人呢，他只会觉得你不懂事，明白吗？哎呀，知道了爹，我又不傻，才不会对外人说呢。对了爹，刚刚我看宋叔叔的马车上面拉着半头野猪，哎，是不是爹从山上打了猎物没有带回来，被他给捡走了？哎，不管了，不管他们了，折腾了一晚上，你也去陪着弟弟妹妹睡觉去吧。18、19、20、21、23、18、19、20。哼，怎么，你才回来啊？啊，哟，你今天还真上山了。是啊，之前给他的明明是1小块碎银，这些铜钱又是哪里来的？孩子们的钱不要随便动，毕竟呢，你是个大人。你这是给我定罪呢？你以后缺钱呢，就只管和我说啊，你不要去为难孩子们。小孩子几个攒点铜钱不容易，而且你一个当娘的，你却贪了一个孩子的钱，你说是不是？你发什么疯？这个就是你胡说八道的代价。我告诉你，我若是真想问你要银子，我大可以光明正大的从你那儿抢，让你不得不给我，我根本用不着偷。下次你再让我听到你用偷这个字，我还咋？那这钱你哪来的？啊？哎，准你做，还不许我说什么？乔氏，我劝你适可而止。这是我打猎赚的。打猎？就凭你？姐姐我呢，就是运道好。昨天刚一进山，就碰到一只野猪摔在山沟里，我呢就抱着石头把它砸死，猪肉卖给了村里人，剩下的让宋家一早拉到县城里给我卖了，有什么问题啊？好，谢谢姑娘，谢谢，多谢，真是谢谢你啊！奇怪，他之前可没这么好的人缘。顾小子，这么好的媳妇儿，你可要珍惜呀！他哪里好？明明又凶又不讲道理。
你家小琪怎么样了？不是说肚子疼的要死了吗？可是什么大病？他吃坏了肚子，好在大夫及时开了药，医治的及时，没什么大事。你媳妇儿命大，不仅没死，还弄回来一头野猪，也是你顾家有福气才能如此。往后啊，好好过日子，可不许再欺负她。乔氏能从山里安然出来，可以说是运气好，可怎么能抓到一头野猪？你要是不愿意借弓也行，我去宋家借。这是干什么？宋博阳跟你什么关系？他为什么要帮你？你是觉得我外头有别的男人？这个男人是宋博阳是吗？你昨天去趟县城，把脑子掉哪儿了？我掉哪儿了？他到底跟你什么关系？乔氏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才是你的丈夫？这真要是你打的猎物，我还不替你卖掉？再说了，你宁愿求一个外人，也不让我帮忙，你眼里可还有我这个丈夫？顾敬亭，你真是充分向我展示了什么叫恶人先告状，的确无耻。真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，这么大，真没事吧？我看看，可真是让人没有受伤吧？没有。你个死丫头，不简单。好好的进山里干什么呀？啊！吓死我们了，还以为你死在里面了。昨天我许久未回，乡亲们以为我性命堪忧，都自发出去找我。顾敬亭怎会不知？估计他的小崽子不想让顾敬亭救我，所以寻了个由头叫走了顾敬亭。因此刚刚顾敬亭推门而入的时候才会如此震惊，他们以为我死在山上，甚至做好了以旧换新的准备。顾敬亭啊，宋家与你不和，都知道忧心我性命，而你倒是与几个孩子去县城玩得挺开心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毕竟是我自己要上山的，你不管我，我不怪你。而且你既不支持，便也可以撒手不管。但是你也没有资格问我凭自己能力获得的猎物是如何而来，又是由谁处理，明白吗？昨天晚上，小七不舒服。哼，再说了，这宋博阳他毕竟是个男人。打住！你若是真觉得不妥，可以去宋家闹一闹，看看他到底会不会搭理你。你看看，这是你要买的符纸吗？我也不懂这些，这朱砂着实有点贵。对的，对的，没错的，谢谢嫂子。哎，妹子，你要这些做什么？捣鼓些东西，想给自己祈福。我看你爹也懂这些吧，指不定是家传的，所以才喜欢吧。他老人家可比我厉害多了。娘，回来了。婶婶，你可以想一个自己的名字，我教你写。素心，这词儿我听人提起过，是心愿的意思，挺好。苏心姐姐，这个名字可真好听，比乔大丫好听多了。苏心，婶婶，没事儿的，随你叫。我觉得苏心姐姐比双胞胎聪明多了，他们之前还笑话你什么都不懂，明明他们才是最笨的。哎，他们现在学业如何？还是不错的，就是有点懒。顾明儿看上去会最有出息。栓子，你之前被他们欺负的时候，我已经告诉过你，人是不可以横行霸道的，但也不能任人欺负，毕竟不是案板上的牲口，要有给自己做主的勇气，是不是？对。那今天婶婶再多说一句，你切不可过分骄傲。他们现在的确不如你，但是往后未必。相信今时不同往日的道理，你比谁都懂吧？我明白，婶婶，
我以后定会静下心读书。真乖。爹，夫子说我们排挤同窗，无义无德，不让我们回去上课了。什么？那爹去找夫子说清楚。爹，别去，现在夫子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，他眼里只有宋栓子，这次还给宋栓子出气了呢。我们不想去求他。爹，我们想去县城拜个学问高的老师，只需要爹租个小院子，找个人照顾我们。后娘闹脾气之前，在照顾我们这方面做的还是很不错的。不行，你们呢还太小了，不合适。爹，只要有人给我们洗衣做饭就行了，就像隔壁严大娘和严姐姐那样照顾我。买个仆人，着实养不起，而且买来的人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秉性。你若是真觉得不妥，可以去宋家闹一闹，看看他到底会不会搭理你。可最近乔氏变化很大，我不敢把孩子交到他手上。爹，我想了一下，最近后娘反应这么大，是不是因为她没和你住一处啊？以后晚上就不打扰你们了。爹，你哄一哄她，只要她温柔一点，我们一定会乖的。我们吵架跟你们没关系，那是爹之前呢没看清他的本性，这不能怪你们。不过你们都是好孩子啊，这乔氏那边爹会努力，你们放心吧。爹，你一定可以的，你这么好，他有什么资格一直生气啊？隔壁严姐姐从来不生气。说我的妻子是青青，那我还用愁吗？你今天的眼神分外猥琐，瞧着恶心。今天孩子们跟我说了，他们以后再也不会给你捣乱了。我们二人呢，就把这日子好好过。你看你掐我这么久，到现在都没有圆房，你心里有气是应该的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要与我圆房？他从来都是看不起我，如今我们关系正常，若无其他事情影响，怎么可能突然要圆房？有什么事求我啊？你我夫妻本该亲近，你为何非要把我想的这般小人之心呢？那要看你之前做的事值不值得我小人之心。我知道你最近很生气，但是我也把孩子们狠狠地教训了一顿。我向你保证，从今往后他们会把你当亲生母亲一般尊重，再也不会故意找你任何麻烦了。你也退几步，好不好？再说了，既然我娶了你，我对你一定是有真心的。不如这样，我们找个时间再生一个孩子，一起好好的照顾他。其他孩子有的，我们的孩子也一样会有，不会让他失望，不会辜负他，如何？你若是不说正事呢，你这番话我就当没听到了。我说吧，明儿他们被夫子所不喜，不好再去村塾上学了。我准备把他们送到县城去读书。我想让你和他们一起过去，你就方便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。另一方面你们整日在一起，也会让感情更加亲密一些。那家中其他孩子呢？明仪已经长大了，照顾弟妹不成问题。我不在家时，那你的长辈，他们也会过来帮忙照料的。我考虑考虑吧。这好话都让你说尽了，可是我怎么知道这帮孩子到底是不是真的敢？不如你就这样，明天将这几个孩子送到我身边来伺候，我瞧瞧到底乖不乖。若是乖了，那我日后定拿他当亲生子一样对待。哎呀，好，那明天我们一家子就去县城逛一趟。好啊，明天去县城还能买到我需要的东西。
还有事儿啊？我看你现在这个衣服啊，款式比较普通。明天呢，我再带你去买2套新的。早点休息啊。婶婶，我最近炮制好了一些药材，但不知道什么价格，也幸亏婷叔叔可怜我，把我带来县城。婶婶有婷叔叔这么好说话的男人，真幸福啊！明义，你皮肤白，戴着粉花真好看。一会儿我们去选布料，你想要什么样的衣裳，我让我娘给你做。婶婶，我算是看着明义长大的，每次跟他待在一块儿，我都很开心。你不会觉得我很吵吧？不会啊，他们喜欢就行。这几个皮猴整天上蹿下跳的，我都管不过来了。你在，他们还能老实点。婶婶，你可能是刚嫁进来还不了解，其实他们很稳重的。上次村里的坏孩子说我们严家没男丁，都是他们把他们赶跑了。他们还说当我一辈子的靠山。你希望自己有兄弟姐妹吗？当然了，我还想着你爷爷是大夫，这么多年你应该也学了不少的本事，你爹娘也没受过什么重伤，怎么就生不出第2个孩子呢？不是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连你也嘲笑我爹娘？乔氏，不可胡说。别急呀，我随口一问而已，我们这不是在聊天吗？婷叔叔，你有没有找到比较好点的私塾啊？本来啊，我是一头雾水，刚才走过巷子，正遇上个老者摔倒在地上，我二宝们把他扶了起来，送进了医馆。结果没想到那位老者竟然是位夫子，而且在县城很有名气，很受人尊重。真的吗？那二宝他们可以很快去私塾上学了。可不是嘛。那崔夫子呀，非常感激我们帮忙，说是让我过几日带着孩子们去私塾看一看。哎，我还听说那书院只收考取秀才功名的弟子。崔公子还说呢，孩子们的基本功啊，现在还算扎实，他可以先私底下教一教他们，等他们考取了秀才之后啊，再让他们拜入门下呢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果然还得是县里的夫子有眼力，知道我们二宝都是好孩子。可不是嘛，之前村塾那边的夫子呢，的确势利了一点，他现在的品行呢，确实也不好继续教孩子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明明犯错的是俩孩子，真会自欺欺人。不过这孩子的运气可真好，只出了一趟门就遇见夫子，也不知道哪个倒霉蛋又被他们吸了气运。你们这一路上还遇到什么别的事吗？嗨，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我们路过书院的时候呢，二宝们不小心撞到了一个瘸腿少年，对方摔了一跤，还在那咄咄逼人，当时还为难二宝们，幸亏当时我在啊，我给了他一点小小的教训。那人脾气不好，心肠也坏，怪不得是个瘸子。那你连瘸子都欺负，你不是心肠更坏？哎，今天二宝们也是不小心故意撞到他的。那书院的道路拥挤，那个瘸腿少年坐着轮椅，他那个轮椅就占了道路的一大半。再说了，他摔了后，二宝立即便道歉了。以你顾敏儿的脾气，会好好道歉？只怕那言语之中还有些冒犯。我就知道二宝他们最乖了。对了，青青，多谢你帮我照看孩子们。还有啊，如果我们能去明月书院，你就不用跟我们一起去进城了啊，你就待在家里照顾明一他们。好啊，明日呢，我就要进山打猎去，我要打些猎送给崔夫子，到时候你就和孩子们在一块儿就行了。田叔叔，你也太厉害了，山上这么危险你都不害怕，不像我爹，每次进山都不敢往深处去，每次都摘不到什么好的品相。等我进了山，如果遇到好的药材，我便给你带回来。田叔叔最好了。吃饱了，可以回家了吗？同样是女人，差距怎么会这么大？走走走走走。站住！好，动手！慢着！不知何事得罪了诸位啊？别和他废话，给我打！
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婶婶，你快救救他们呀！这双拳难敌四手，你没听说过吗？我劝你啊，赶紧快放着。再说，这犯了错就是得还的，谁让你欺负人？不是，这和二宝他们有什么关系？你就算再不喜欢他们，现在也不能说风凉话呀。小丫头，这个叫因果报应。静静，静静，你们光天化日之下站上我房屋前，你们不怕遭报应吗？冲我来！为何还要欺负妇孺？静静，田叔叔，放开我！冲你来！好啊，父母，给我打断他的腿！不可能！你试试就知道可不可。我只不过是一个无能无用的瘸子废物，如今却能在这里让你跪下，求我饶命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这些坏人，不许你们打田叔叔！叔叔，我看他挺像田哥哥。求求你们了，只要你们愿意帮我田叔叔，让我做什么都愿意。婶子，你快叫救他们呀，婶子！哎，我不。静静，你快走啊！快走，不要管我！我不走，他们会打死你的！你要这样，我心里会痛死的！说说婶婶叫你，却干着这些龌龊的事，真讲着个理！给我速战速决！走！你不许碰他！放开他！走！后啊！上午遇到这少年，他被儿子推倒在地，而我言语稍有些不客气，这少年气得厉害，也回敬了难听的话。我以为这人很没教养，让人拎起来羞辱了一番，没想到此人不是一般人家的孩子。就是现在，后悔也没用。少爷，腿已经断了。你们不是瞧不起我这个瘸子吗？那么便也让你们当一回瘸子试试。你怎么不害怕？怕有何用？你叫什么名字？素心。你是这男人的妻子？是。我也不是不讲理之人。今日打了你丈夫，便赔你些银子。好啊。严姐姐，我爹怎么了？都是我的错，要不是我，姐姐也不会被人打。听说是的腿被打断了，但是其他地方应该是皮外伤。我去找我爷爷出手，一定能救听叔叔的。婶婶，他都被打成那样，你还说坏人的银子？就是，你可是爹爹的妻子，你怎么能眼睁睁的看着我爹被人打？你还是我们家的人吗？你们这是质问我？我问你，今天这事是我酿成的吗？啊，顾明义，你是家中长女，你爹受伤，为什么不是你扑上前去，反倒要一个外人扑上去保护你爹？你知不知道，刚才这事若是传回村里，你让严姑娘还怎么做人？我也是一时心急，见你没有上去帮忙，我这才逼不得已。严姑娘，顾继廷家中妻子儿女都在，今天就算叫人打死，也轮不到你上来。你摸了我家男人身子，反倒是好意思责任起我不作为了？一个不知廉耻，一个害自己亲爹受伤，休怪我说话难听啊！你们亲爹不是还晕在那里？
现在谁给你们做主啊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哎呀，我当然是想回家好好过日子。顾明儿，今天是你害得你爹受伤变成了废人，你去叫辆马车送你爹回家，不算过分吧？我知道了，说得对。顾明山，你爹给了你不少钱，去取100文来，给你爹请个大夫去。不要钱，严姑娘，你自重。若是你执意不要钱，我就让他去请别的大夫。你不是收了莫凌风的银子了吗？你也知道那是银子呀，请个大夫值得这么破费吗？你看你，给你亲爹治病，你都这么小气，你真是不孝顺。我知道了，这还差不多。严老爷子，不好意思来叨扰您一趟。是这样，家中孩子不懂事，冲撞了贵人，闯了大祸，连累着我家那口子腿也被人废了。知道严老爷子您医术高超，所以特地来麻烦您，请您跑一趟，过去瞧瞧。你我两家感情匪浅，我这就过去瞧瞧。这钱你还是收回去吧。不成不成，这再亲近的关系也不好白使唤您一趟。况且今儿个庆婷被人殴打的时候，多亏了青青，青青可是不顾一切的扑上去相救，恩情非比寻常，我们家更应该以礼相待了。好，孩子给你添麻烦了，走吧，我这就去瞧瞧去。那您请。刚刚就是说的，可是真的吗？娘，你不知道当时有多危险，我要是不护上去，田叔叔就被人给打死了。你还知不知道羞耻？你还知不知道羞耻？顾敬亭都是能当你爹的人了，他还有妻子，你当着人家妻儿的面做出这种事情，若是传出去，你让我和你爹的脸往哪儿放？满村的人如何看待我们家？你爷爷行医救人一辈子，是想让他老年名声扫地吗？娘，你怎么能打我呢？我们和顾家关系好，我就算对婷叔叔稍微亲厚些又怎么了？不知廉耻！娘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婷叔叔还晕着呢，你让我出去，我就是去看看他而已。从今儿起你就待在家里，哪儿也不许去。明儿我就让媒婆上门，今年之内务必把你嫁出去。小乔在家吗？在呢。哟，嫂子呀，我听说这伤的不算重，也就近几日上不了山了，养养就好了。大嫂，来，快坐。我说两句话就走。走，我这是特地的来请你们家小乔帮个忙。我们家人少，没人能提意见。媒婆介绍的那几户人家，我也不知道哪一家好，这才找小乔商量商量。叫我素心就好，嫂子特意上门来，我哪有拒绝你的道理啊？是不是？媒婆这么快就上门了？我是说，这青青丫头啊，她条件好，又不着急，该慢慢挑，得挑一个又孝顺又老实的才行。她年龄不小了，以前总觉得不着急，但这孩子总留在身边也不成啊，还是早点嫁出去吧。嫁出去？不是说招婿吗？这是老爷子的意思，我和他爹也是这个想法。我们当长辈的不想拖累他，将她嫁得远远的，以后也省得她辛苦照顾。哎呀，我说嫂子呀，她照顾父母，她这是应该的。若是她知道你们这么想，她肯定伤心极了。要我说呀，这女儿就得留在身边，能帮衬着生活，还能盯着女婿，不让他犯错，是吧？这是我们家的事情，小顾就不要你操心了啊。你说这想法倒是适合明一那丫头，这丫头一向懒，嫁得远将来被人挑剔，还是留在你眼皮底下的好。你我得走了。乔氏，我们的饭呢？你做呀。什么？你掌勺，迷棋给你打下手，双胞胎负责打水洗衣服，洗不干净
不许吃饭。还有小五也不要闲着，跟着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去山上捡柴火，要砍一院子那么多才能吃饭喽。爹，你看他。哎，乔氏，你干嘛要指使他们呢？这些事情你来做不行吗？我可都跟你说了几遍了，他们还小。小？不小了，多少算小呀？我4、5岁就能踩着凳子做饭，顾明一今年都12了，还能一直当个废人吗？你腿坏了，你在这躺着。你要是想歇着呢，也行。这样，没手没脚后，我就由着你歇着啊。你说的对，谁家孩子不是这么过来的？我也后悔将青青的孩子养得太娇气了，如今都不好找婆家。啊，你们俩，明一啊，带着弟弟妹妹们去做，你们可以的。哎，明一啊！媒婆刚刚说的，你可有上心？娘，你能不能不要这样子？觉得自己像是待宰的猪肉，被人挑挑拣拣的。娘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不会再胡闹了。你不要让我嫁人。你看你素心婶婶，她就比你大1岁而已，都已经嫁人3个多月了，让你见媒婆也不是立即就要出门的，还得定亲，最少还要再等几个月。娘都是为了你好，明儿带你一起去见，偷偷躲着瞧。若那是个歪瓜裂枣的，娘也不会逼着你的。等到你出门子，你婷叔叔的身体也大好了，到时候我让他给你打几件好皮子，给你压箱底啊。别把那个调料乱放呀！快加点柴火！活都干完了，你做什么？谁让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？不是，你怎么还凶孩子们呢？看我不顺眼，跟我和离呗。咱们之前不是都说好了吗？难不成就因我腿脚废了？现在就守不住了，将来大难临头，他又岂能陪着我们吃苦？哼！乔氏，别逼我休了你。我一早呢就与你说过，和离可以，休妻不行。且这和离书上必须写明缘由，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的写明。原因是你顾敬亭不能人道，且朝三暮四，孩子太多又不够懂事，我实在忍你不得，才与你和离，否则免谈。你做梦！你说那孟公子他如此厌恶你，若是我去县城去寻，你猜他会不会派个人过来大肆宣扬一下你对颜青青的痴情呢？你在逼我！这叫公平交易。名声这东西呢，我的确是不在乎，但是能要的时候，我是不想丢的。所以啊，你我和离这件事，这丢人的要么是你，要么便是颜青青，你俩2选1。不是，他是好心相救于我，你怎么就如此不近人情？你猜人家为什么那么着急给他找婆家？自然是因为他心悦于你，想真正的给他找一个好一点的如意郎君吧。青青心悦我，即便我们相互爱慕又如何？严家人不可能将青青嫁给我的。我这样的男人带着7、8个孩子，如今腿脚还断了，如何能配得上他？他们相互倾慕没错，可不该再害其他小邻居。既然如此相爱，便应该要锁死。哼！老人家，你好像不是咱们村的，可有什么事儿吗？讨口水喝。啊！来，年老请用。老人家，你可是来咱们村探亲的？算是吧。前些日子偶然路过，遇到了顾家媳妇儿素心丫头，便收了她做关门弟子，多留几日教她东西。他家孩子太多，吵闹得很，我便出门就去转转，正好瞧着你家。我家怎么了？
似有不祥之气。您可是瞧出什么了？我问你，你家近日是不是屡屡有人生病？尤其是长辈和孩子，是病了又好，好了又病，连绵不绝呀。哎呦，是啊是啊，我父亲啊，近日总觉得头疼，整日没精神，病恹恹的。我家孩子老咳嗽，喝了不少药，但还是没好。看来就是你家。哎呀，我瞧着你家这屋子，倒也没什么特别的，估计问题不出在这里。你们家可有田地呀？有。你媳妇儿近日刚刚小产吧？你怎么知道了？你家这个情况还是要早些处理了的，否则便难以安稳。哎呦，哎呀，还请老人家指点迷津呐！相逢啊，既是有缘，老婆子我便随你们去你家田里瞧瞧。另外，给这平安符，你呢，让你家生病之人日夜佩戴，不出3日就好了。老人家，哎，收点银钱了因果便好，无需这么多。哎呀，多谢老夫人，多谢老夫人呐！那既如此，咱们也便走吧。您先请。你家这块地底下有东西，你寻些亲朋好友过来，将这地里的东西挖出来。来，挖这儿，你呢？哎呀，用点劲儿啊！狗蛋儿，快，帮忙一起挖！这地儿咱们都种了多少年了，怎么可能有东西呢？就算有啊，没准是这老太婆自己埋的。像我们这种穷人家有什么好骗的？人家根本就不要我们钱，而且他还认识乔氏了。开始挖吧，来，大家一起帮忙挖！挖那边。别着急啊。好。挖到了，是不是这个？哎，真的有啊！哎，过来！哎呦，是了，就是这东西。你家这地从前是不是藏了人的荒地？没错，之前啊，这里有2、3座无主的坟，不过咱也不干那掘墓的缺德事儿，是费了心思将坟挪走的，还烧了不少纸钱呢。无碍，只要你呢按规矩办事就没事。这块地呀，阴气重，时间久了，这铜镜反而成了不祥之物，影响你们家的风水。这东西呢，我自行留下销毁，你们且安心过日子去。哎呀，多谢您了，多谢您了，多谢！哎呀，给你的平安符，你记得要日夜佩戴，不出3天便好了。哎，好。行了，既然事情已经解决，老婆子我就先告辞了。哎呀，您慢走啊！告辞，慢走啊！叮，恭喜宿主完成特殊任务，未知的厄运，奖励之道搜寻成1，运养成1，气运成5。运养是什么？就是将任何普通或拥有负面能量的东西交由系统运养，可以抹除杂质，并赋予美好的祝福。哦，就是开光呗。叮，触发生活任务，合理。哎呀，这日子真是越来越有盼头了。昨儿见了男方家人，算是将亲情定下了。真的？
那恭喜嫂子了。这就是我家青青的未婚夫，叫王成。我怕两个孩子太陌生，就叫他来做客。咱们村户人家没那么多讲究。严妹妹呢？在屋里呢，待会儿叫他带你在咱们村里逛一逛。好，是个不错的郎君。若颜青青真能移情别恋，那也是他自己的造化。婷叔叔，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看起来这般的差？喂，这位是？这是我家青青的未婚夫，青青这八字不宜多留，所以再过3个月他们就成婚。什么？3个月？啊，既然如此着急的话，那到时候我也不能给你列些好物带着了。我爱的婷叔叔，走吧。这位婷叔叔瞧着很是稳重啊，眉宇之间英气十足，想必很厉害吧？那是当然，婷叔叔是全村最厉害的猎人了。可是上次被恶人欺负，婷叔叔被他们打断了腿，我都不能去看看他。为什么不能？你们不是邻居吗？都是因为婷叔叔后娶的妻子乔氏，他这人很是恶毒。自打进门后，他见婷叔叔长得俊俏，怕婷叔叔生出二心，对所有女子都有防备，连我的。但你不是叫他叔叔吗？怎么会有女子醋意如此之浓？是啊，婷叔叔从小看着我长大，这次婷叔叔被人欺负，我看不惯出了头，这乔氏便觉得我对婷叔叔有心思，逼着我娘让我嫁人。啊，当然，我不是说你不好的意思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。那现在咱们要在一起了，乔氏也该放心了吧？你就可以去看婷叔叔了。乔氏上次来我们家，把话说得很难听，我爹娘和爷爷都特别生气，连带着婷叔叔都讨厌了，不让我再娶顾家了。我还听说乔氏训斥二宝，婷叔叔的腿也伤得厉害。我是他们的朋友，我什么忙都帮不上，我真没用，什么都帮不了他们。哎，你先别哭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顾叔叔，顾叔叔，你怎么了？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听说这几天乔氏带着孩子们上山砍柴，不在家，你怎么样？你还好吗？你来了。是的，丁叔叔，都怪我，是我来晚了。不怪你，我知道你最近……那个男人还好吧？模样挺不错的，性子似乎也挺稳的。丁叔叔，你别说了，我才不想嫁人呢，都怪那乔氏在我娘面前说有的没的，我娘怎么会逼着我呢？王成他是很好，待我也很好，但是我一点也不喜欢他。别生气，好好嫁人。叔叔，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青青，如果我说你不要嫁，再过几个月，等我好了之后，我来娶你，你会不会觉得是我疯了？我怎么能无耻地说出这些话？青青还小，如此聪慧能干又美好，我呢，怎么能配得上她？听叔叔开玩笑的。我愿意的，听叔叔，我最喜欢听叔叔了。我根本就不喜欢王成，我跟王成在一起，完全是因为他愿意带我出来见你。爹娘都以为我跟他出去了，王成帮我遮掩，在不远处帮我盯梢呢。我心里只有听叔叔。傻丫头，委屈你了。你真的愿意娶我吗？那要是因为我婶婶被休了，毁了一辈子，我心里也会很愧疚的。不，你不要叫她婶婶，她不配。我娶乔氏，根本就是为了孩子们。这么久以来，我从来都没有碰过她。
真的，从来都没有吗？当然是真的，傻丫头，我现在心里只有你。我现在再也不会喜欢任何人，我向你保证，一定会让你光明正大的嫁进门。至于乔氏那边，等我伤好以后，一定会想办法把他处置掉的。只是你父母，你爹娘为你定下的婚事，似乎还很着急成婚，说是3个月之内就要把你嫁出去。不会的，大不了我求王成他别娶我。不，你不要求任何一个男人。现在王成看上的只是你的容貌而已。你若低声下气的求他，他反倒能得意的拿捏你。你既然日日与他相见，不如你多打听打听他的事迹。若听到一些不好的，你回家以后若有若无的流露出来，你爹娘都是极为心疼你的，肯定也不会眼睁睁看着你步入火坑。可是没有王成，我就没办法出门见你了。这就要委屈你了。你千万不要让你爹娘觉得你心悦于我。你回家说王成缺点的同时，也要流露出一副钟情的样子，这样就能拖一些时日。等你爹娘解除了2家婚约，你也要多上心一番。人几日，等你爹娘放下心来，你再偷偷溜出家门来找我。田叔叔，听叔叔可还好？很不好。乔氏和大宝他们都不在家，根本没人照顾田叔叔，吃饭和烧水都不方便。我心里真过意不去。这个时候什么都帮不上他们。你已经很有心了。不够的。乔叔叔很要强的，现在整个人都没了精神。王成，你能不能继续再帮帮我？你要我怎么帮你？我去帮你照顾他。哎，不要。我的意思是，怎么劳烦你干这种事情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每天在一起的时候，可以偷偷跑来顾家，每天只需要1个时辰来照顾婷叔叔。虽说是亲人，可毕竟也是男子，偷偷进去不太好。但这青青真是个善良又天真的女孩子，将来嫁进家门，定然也能对自己父母好的。我都这么说了，他还要左思右想，显然也不是极为信任我。如果你不愿意就算了，本就不会为了外人来委屈你帮我的，我可以自己想办法。愿意，这有什么难的？往后我带你出来便是，你去顾家帮忙，我就在外头等你。谢谢你。你说未过门的妻子，这有什么好谢的？走吧。哎呀，听说这个青青丫头近日与王成处得十分要好。我刚刚回来的时候，看见严家父母一脸喜意，估计是好事将近了。哼，旁人的事你少管。这个王成条件真是不错，是家中的次子。将来少说也得有20亩良田，这样好的条件，配严青青真是绰绰有余。他们俩若是能成亲，婚后也该是恩爱非常的。若严青青老老实实的放弃眼前的有妇之夫，与王成未必不能过到一起去。我都说了，青青的事你少管。嘿，你莫要忘了，你我如今还是夫妻身份，就算你心里吃味儿，好歹也与我和离了再说吧。怎么想打我呀？爬过来，爬过来试试。你以为你和离了你就好过了？你回了乔家，你娘照样会将你嫁给别人做田房。你若是懂事一点，你还不如好好留下来，伺候好我和孩子们。我尚且能留给你一口饭吃。那你留了我，你的青青怎么办？莫不是想等着自己将来腿脚好了，让我不明不白的死掉，好引你的青青姑娘进门呢？你想法怎么会如此恶毒？不及某人。婷叔叔，我看着婶婶带着大宝他们
出门走远没人养了我才进来。委屈你了，青青。我不委屈，能和婷叔叔在一起，我就得偿所愿了。那你想不想叔叔亲亲你？哎呀，我这捆柴的绳子忘拿了。没事儿，回去拿，我们在这儿等你呗。主要是我忘了放哪儿了，麻烦嫂子你陪我回去一趟，帮忙找一下。不麻烦，走，我陪你回去。你们几个在这等着啊。懒人屎尿多。走。这么痴情，天天来见青青，看来严家好事是要将近了呀。真傻，被人卖了还数钱呢。走吧。唉，院子里怎么会没有呢？会不会在屋里头呢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他们在苟合！我没有，不是这样的，你相信我，是他们误会了。哎呦，你们这是？你进来干什么？孩子们呢？我不进来怎么能看见这样一副好景象呢？王家兄弟，你这是在我家与青青丫头欢好呢？你也不知道轻点儿，她嘴都肿了。所以你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和我在一起，你只是利用我来顾家见他，对不对？是，我和婷叔叔才是真心相爱的，他迫不得已娶了乔氏，而我娘非要逼着我嫁给你。我从来不喜欢你，我喜欢的只有婷叔叔一个人。王成，你是个好人，但是我们是不可能的。唉，原来是这样。原来不是你与王成兄弟欢好，而是和顾敬亭欢好。根据我朝立法，通奸者杀之无罪。这虽然婚未成，但婚书已定。王成兄弟，此刻你就算将这顾敬亭一刀劈死了，你也最多打几个板子，下不了大雨。律法这东西，二位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的。亏得如今还没嫁人呢，你这要是成亲了，官府立刻可以让你去见阎王。不过呢，既然你们是真心相爱，如今我就不多奉陪了。顾敬亭，你我立刻签下和离书，从此以后过了官府一别两宽，再不相见。妹子，你怎么还提前准备好了？难道你早就知道了？可不是嘛，我早先让他和离，他还不愿意呢。感情是想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呀。顾敬亭想要将严青青清清白白娶进门，门儿都没有。你非要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吗？秋实，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？自从你嫁进家门，你每天不愁吃不愁喝的，不过是和孩子们有些矛盾而已。至于记恨到现在，你还带着人过来看笑话？你不愿意和离？我阁下丧偶！今日我回家之后，会将此事如实告知家中长辈和媒婆，会有人来退婚。青青，我家还养不起你这样的姑娘。是我对不起你，你别怪我。我家小姑子呀，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被顾敬亭摆了一刀。严家嫂子，你可当心点儿，可别好好的闺女被这畜生欺负了，这赔偿一辈子啊，不值得啊！畜生，你个畜生，你毁了我女儿啊！娘，你不要这样对婷叔叔，要怪就怪我好了，是我喜欢他，是我勾引他，你不可以欺负婷叔
说，娘，我求你了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娘，我不允许你碰他。他们都已经要和离了，我为什么不能嫁给他？娘，如果你想要女儿去死，就不要再拦着我。我和听叔叔是真心喜欢他，比乔氏要早得多，是乔氏挡在我们中间。何况他们两个根本就没有远房，你就当乔氏不存在就可以了。现在你满意了？我逼着你们苟合了。顾敬亭，你自己管不住你的下半身，还要将事情扣在我头上，你真是一如既往的不知羞耻啊！你话说的不要那么难听，这一切还不就是你这个妻子做的不够好吗？我做的不够好。顾敬亭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有脸责怪我做的不好？是，我是没有当好一个后母，可也至少还是个人吧。而你可就不算是了。我早期要你与我和离，你不愿意。若你当时和离，不过是你顾家的错，但是好歹保住了颜青青。和离之后，你觉得自己未必能顺其自然取得美人归，又想要左拥右抱，所以这才毁了颜青青，不是吗？你替我和离？不可能，你怎么会舍得离开听叔叔？青青，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，我从没想过要左拥右抱，我心里只有你啊。那你为什么不与我和离啊？莫不是对我余情未了吧？你乔氏，我在呢，你用不着喊那么大声，把自己说的那么痴情，谁信呢？你若是真痴情，你娶胡氏5年，让他5年生5个。若你真喜欢颜青青，娶我之前为何不去问问他的意思？成婚之后再眉来眼去，不甘心的将人据为己有，你这不叫痴情，叫没羞没臊。乔氏，你给我闭嘴！你给我回家！就是嫁猪嫁狗，我都不允许你嫁给他！我不要，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。如果不能和听叔叔在一起，我宁愿去死！混账！青青，乔氏，你当真愿意和离？你放心，我们这些老家伙为你做主。顾敬亭毁你终身，也当对你进行一些赔偿。里长，我愿意与顾敬亭和离，从此之后两不相干。顾敬亭，你愿意出多少赔银？乔氏这样的女人，比休了都不为过。如今和离已经不错了，还想要银子，想得美！今日你们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，本就不占理，你还想直接将乔氏赶出门？你要是真敢这么做了，往后你和严氏也甭想在这个村子里待了。是啊，丢人现眼。你看看，10两。之前我断了腿，他从别人手里拿了20两赔偿，那银子我也不要了，都归他所有。这么多银子也算大方了吧？若往后乔氏还敢找青青麻烦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乔氏，你觉得呢？可以。既然如此，你们签下这和离书吧，老头我就来做个见证人。赔偿给了，但这和离书他不能这么写。这和离书上呢，写的都是事实。我是怕时间久了，有些人不分是非，颠倒黑白，歪曲事实，免得以后扯皮。若你真的不想签呢，我也并不勉强你。反正我在顾家也不错，有个落脚的地，当这些孩子的后娘呢也不错。将来他们出息了，若敢不孝顺我，那我就去官府状告他们。既然不曾圆房，那这说辞也不算过分。里长，就是。
今日得诸位的相助，还有里长的帮助，素心才能脱离苦海。我这里也没有什么能报答的，这30两银子赠与村中，修桥铺路，略尽绵力。你要捐钱？正好，好。30两可是你的家底，没这银子，你准备如何和娘家交代？你爹娘定是不会乐意的。其实里长爷爷，我娘家那边不准备回了，所以还有一些小事想请您帮忙。和离之女已当归家，若无特殊原因，我们村也不能留你。话虽如此，不过我的生父本就不姓乔，我又是我生父唯一的女儿，理应承袭父姓，为他传宗接代才对。所以还请里长爷爷帮帮我，让我更改户籍，落户于村。你不与你亲娘商议一番吗？我亲娘改嫁本就没有资格继承遗产，但如今我爹的钱被他和后爹花了，若是真追究起来，是他们要向我赔偿才对。所以乔家绝不会阻止我自立门户的。身为女儿，要看着我爹无后人祭拜，心中难安，所以还请里长能成全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替你去办。叮，恭喜主人完成生活任务，合理，奖励鉴定乘3次，气运乘2。你既然已经是村里的人，又捐了银子，也不好让你连住处都没有。山脚下有个破茅屋，也不大，屋子虽然差了点，但咱们乡亲们帮忙修缮一些，还是能住人的。多谢里长。那屋子位置挺显眼，一个姑娘家住在里头，有什么事情大家也能及时知道。那地儿一时也没法住人呐，就算修缮好了，山脚下蛇虫鼠蚁多，而且半夜风一起，外头像是鬼窟一样，她一个丫头总会害怕的，就没有其他地儿了？没事的，嫂子，不过就是个住处，总会好的。行，既然你愿意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你好好准备吧。散了，行了，别看见了，这小子是什么意思？没事，大妹子，这几天先住我家里面。哎，你到底怎么想的呀？真是被你气得心肝疼。那个里长摆明了是等着你讨价还价嘛，只要你哭2声，保证有更好的等着你啊。能住就行，我知道那个地方，风水挺好的。好个屁！晚上听着鬼哭声，我看你还睡不睡得着？